这几日，李善德都干了些什么？今日，他在荔枝园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看不懂。笔画。平。正。望远。维远。这什么？波浪果？这个。啊？他用这个。这个。哎，怎么用？这什么？这巫术啊？嗯。还说了什么？山高远，山高水远啊，远方，天圆地方，啊，哎，你快累死我了你这个废物你回去给我好好盯着吧你，有什么异样赶紧汇报。是，真是你累死我了，是废物，真是。太热了吗？好点吗？太热了。珊珊，阿丽，这么晚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不会是去山上看星星了吧？可怜的阿丽，这么晚都睡不着觉，一定是想家了吧？你放心，只要李善德不把你要走，我是肯定不会抛弃你的。荔枝园也是你家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去陪他搞那些古怪的名堂呢。你也睡吧。哎呀，此事啊，那个李善德啊，他用这个巫术啊，把这众人给迷惑住了。这个林一奴说，他的那日子过得很安逸啊，看来啊，
这个转运实验的事儿，怕是个幌子。哎呀，那就好，甭管着。老赵啊，哎，你是不知道，老子现在是，哎呀，度日如年呀。每到春夏交际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下点雨，我这个屁股是奇痒难忍。哎呀，别让我抓着射我屁股这小子，老子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。某已差人将药物与芦荟汁捣了个稀巴烂，等彻底融合之后，再敷予遵吞。你等等，你这意思是说，底下就那帮人都知道这个了？哎，某3缄其口啊，对，只是刺史当年在海上有万夫不登之勇，怎么会让人射中臀部？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当年老子在海上是以一敌10，丝毫不落下风。我浑身上下防范是严严实实，就忘了个屁。俗话说，防君子难防小人。他们调了一个射手过来，什么都不干，就射我屁股。哎呀，还好那天我吃的饭不多呀，否则尴尬呀。哎呦，你别站在这儿了，赶紧的芦荟汁儿啊！快过去！阿米他跟我说了，你设计了4条路线，准备做个测试，还需要100匹军队。是，你也知道，我这儿是刺史府，它不是马场啊，所以，就算我支持你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没事儿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我设计了一套方案，我准备做一次绕城试验。如果能循环接力的话，就不需要那么多骏马了。我今日来呢，也请何刺史把小东门，借我一用。围城跑啊，这是不是有点糊弄人啊？圣人让你运荔枝去长安，你在岭南打转转，这能试出个什么来？这不严肃。不是，我呢，模拟了梅关道的路况，我在岭南测算了一条山路与平路结合的路线，绕城一圈呢是30里，正好是2个驿站之间的距离。这个小东门呢，就作为接力的换乘点儿。等荔枝黑的时候呢，我只要算一算，这个我们一共绕成了多少圈，我就可以知道这荔枝最后它能运到哪儿坏掉，对吧？试验那天呢，肯定有很多百姓围观，怕引起骚乱啊，所以请何刺史还是派人给维持一下秩序。李大使，难得你想的这么周到啊！我觉得吧，这事儿你呀就别太费心了啊，我自有安排，好吧？那李大使，那请吧。马的事儿解决了，骑手还没有，还请何刺史帮我找点骑手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不是我事儿多，我职责所在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说咱们岭南这个地方，你要让我给找一个操舟的好手，那遍地都是。找个骑手有困难啊，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爱莫能助。理解。我就是这样。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刺史，我前几日呢，我家里边有事儿，我雇了一个挑夫。这个挑夫啊，知道我跟何刺史我们俩有交情，他跟我说了一件10年前的冤案啊。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呢，以前是军中的精兵，骑马御船的是把好手，样样精通。这个精兵呢，在与海盗的厮杀中受了重伤，是沉海了，但是没死。等这个伤兵回到岭南之后，他跟他的同袍就都被判成逃兵了。他这个亲戚呢，知道何刺史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，
他就问我说，这个何刺史能不能帮这帮逃兵给翻个案？如果能还他们清白，那正好，那我不就有棋手了吗？李大师啊，这越来越不像话了吧？那太不严肃了吧？啊，你再怎么说，你也不能让一个逃兵当棋手，这不欺我岭南无人吗？你不说岭南无人，我是说岭南难找棋手，难找。还有啊，就这么一个挑夫，跟你说了这一大套，你就都信啊？那万一要是那个兵挨不住海上的苦，他自己逃回来，你怎么说？不是这事儿，这像真的，它有细节。这个挑夫说，逃兵跟海盗首领厮杀的时候啊，这个海盗首领受了惊吓，跳海，屁股还中了一箭。你看，这都是啊，行了，啊，你这样啊，小东门的这个事儿啊，我答应你，啊，逃兵的事儿，赵长说，你再查一查。得嘞啊，有消息尽快通知你。行，那我不叨扰。哎，告辞。此时要好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刚才他所说之事，林义奴为什么不报？你派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去了？我现在看来，林义奴定是被李善德下了巫术了。狗屁巫术！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分明是李善德发现咱们抢了他的骏马，故意挑出点陈年旧事来恶心我来了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恶心他一次？这个容易啊！这个属下以为李善德搞这个围城跑，肯定会闹出很大的动静。哎，咱们到时候就借此机会让他难堪。我记得，斗鸡坊的蓝光曾经就是一个驯马的高手。哎，他要是能成为李善德的棋手，剩下的时候定可撤他的肘啊！兰哥的事儿你不要掺和，我自有安排。你过来。这件事，如果有朝一日，我是说万一，米塔问你，你怎么说？属下守口如瓶。你说的那把匕首，我确有印象。先生，空浪查过此事。传闻当年海虎和他手下的船长们歃血为盟，是以匕首为信物。他们人手一把，海虎为金，其余为银。每把匕首上都镶着不同的宝石。至于方才郑郎所说镶着红宝石的那把，究竟出自何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海虎是个侠盗，当年他明令禁止麾下兄弟抢劫药材。可你方才说，那海盗劫的是一艘运送药材的商船，所以说这匕首的主人应该是瞒着海虎干了这一票。那年正好是七金楼之变，这当中或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空浪坊查起来也要耗费些时日。但有2个人一定知道这把红宝石匕首的主人是谁。阿米塔和何有光。那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康守，今天上午有商讨新航线的集议，各大湖商现在应该快到了。下午您需要去见一下来自衢州的豪商。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去准备了。归云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这2日落了不少商会的事务，没什么事就先请回吧。此事关系到你阿爷。请讲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那个荔枝使找过我，他说从一个挑夫那儿听到一个冤情。10年前，海虎的手下
劫了一艘运送草药的商船，被一个小兵发现了。后来这个小兵又截获了一个海盗投资的银匕首，这个匕首刻着如意纹，镶着红宝石，此物非同寻常。后来海盗又勾结了官府，把这个小兵判成了逃兵。李善德去找何刺史申冤，何刺史并未理会，他又来找我，我也把他搪塞过去了。昨日我到七凤阁吃酒，听到还有人在谈论此事，都在说海虎抢劫药材，他根本算不上侠盗。如果这个事儿变成岭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会不会对你阿姨的声誉造成影响？这一听，便是凭空捏造的谣言，没有人会信的。顾云兄应该知道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也没有必要自证。是，行首果然心胸开阔，谣言如风随他去，不如天上一粒尘。不再叨扰，告辞。顾云兄，你当真说是10年前的事儿？10年前。老李，对，这几日啊，一定得定时定量，喂的少，但是得勤喂着点，这对它消化好。对，等这个快试验的时候呢，水里加点糖，增加它耐力。李大师，李大师，慢点，这，哎呀，你看这些草料够了没？这些啊，我看呢，还得再来3车。等试验起来啊，咱就没工夫弄了。李大师，李大师，那个路得清，有好多地方马过不去，有好多那个树枝特别粗壮。到时候我明天我多带2个人，我给那路给清了，具体位置我给你标到地图上。来喝点水。其实呢也不用都清，你岭南到长安这一路，那比这儿复杂多了，是不是？有点障碍，好的。那你这地图我也看看你打水啊，这里边有井啊，不用去外边，里边省事儿啊。好，城里有井，在城里边打。好。阿童啊，等试验开始了呢，小东门肯定有很多人，到时候洗马、喂马、传讯、打杂，这个日夜不停，大家得轮番值守。我到时候呢问苏老要些钱给大家贴补。我们现在帮你准备，可不是为了找你要钱的。我知道，你这沿途要不然这钱也得贴补给各驿站嘛。这活让你们干了，这驿站的钱就给你们呗，正好。那别谢了。嗨，谢谢了。开饭了！这一会儿刷啊，一会儿刷。吃饭，阿丽，吃饭。吃饭。都有啊，都有。李大师呢？李大师，李大师，你们吃，不着急。吃吧。都有啊，不着急，你们吃。给你盛好了。可以。来，孩子，来拿去。拿去吃。哎呦，来。这啥来着？这个辣蒿。这不能吃啊！这有毒的，这是辣蒿，这有毒的不能吃。李大师啊，我们这都吃了几10年了，没事啊。什么没事啊？你现在没事，这没发出来，这是有毒的，长得像芥菜，这是辣蒿，有毒的，长期吃对身体不好。李大师，不能吃了。靠山吃山，我们动物园不讲究这些。有什么就吃什么，总比饿肚子强是吧？对。马上吃。来，阿童。苏老的钱下来了，拿着钱先给大家买点米啊、面啊、蛋啊，身体最重要，长此以往不行的。那你要别吃，我给你弄点别的。不，
这好的给孩子，来，吃吧，有的是。谁还要菜的话过来。还有啊，都有啊，不多来加，不多来加啊。李大使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干嘛呀？看来你并不欢迎我，可是我都等了你这么久了，是不是应该请我进去坐一坐？我晚上还有事呢。我只耽误你1刻钟，若是你不答应，便是要与我结仇了。你把这花照顾得不错呀。你是专门来看花了？自然不是。杭首请慢用。我是听说你四处在帮一个逃兵喊冤，便想过来当面问问你，为何造此谣言？我没造谣，他确有此事。你怎么确定？你见过这个逃兵？我倒没见过，我是听一个挑夫说的。一个挑夫的话，你便如此当真？我愿意信他呀。那你怎么证明他说的是真的？那你怎么证明他说的是假的？好，那你便带我去见那挑夫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挑夫嘛，那你现在又不知道他挑到哪儿去了。既然他等着你申冤，自然要给你留下联络的方式啊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来是想确认几件事。第一，你确定那海盗劫的是运草药的商船吗？第二，你确定他截获的是一把如意花纹、镶着红宝石的银色匕首吗？第三，你确定那是10年前的事吗？李善德，我是何刺史的义女，我知道你对我心里有些芥蒂，但此事不一般，劫持药商关乎我阿爷的名声。不如我们做一笔交易吧。你不用再帮此人申冤了，我去给他办特赦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如果我办成了，你带我去见他。我要亲眼看见那把匕首，确认它的主人是谁。成交吗？办好特赦，我会再来找你。哎呀，你坐。苏老，你这是招旗手，这是打擂台呢。赢者留下，输者离开，循环比试，童叟无欺。那这有能骑千里驹的吗？哎呀，这岭南啊，山多人穷马少，货物转运全靠牛拉驴拖，实在是找不出几个像样的骑手。苏老，我现在呢，基本上有一个骑手了啊。您呢，帮我再找一个，就一个，有他俩呢，我基本上就可以用他俩先打个头阵。难，一个也难。哎呀，你就不能换个奇思妙想啊？我是担心，有了前车之鉴，后继怕是无人了。苏老，
那我有个奇思妙想，咱能不能在那告示上啊加一条：能骑千里驹者，价钱免役。拼了13场啊！疯了吧你？13场啊！你忘了输的代价？不是，杨哥，你信我，我下一场肯定赢。只要你把钱尽了，我就能翻身当两个。我虽是个斗鸡坊，却不做无聊之事。我若把钱借你，我会倾家荡产。再来！今天肯定能赢的。你若是再输下去，你的家人会被你所谓流离失所，甚至家破人亡。那时你懊悔也来不及了，余生万劫不复。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你走吧。等等，我就知道，兰哥就是太心善了。开斗鸡坊这么多年，但凡碰到这儿嗜赌上头的，他肯定给拦下了。兰哥不都说了吗？虽然咱们开的是斗鸡坊，赌输博赢在所难免，但赌不是个好事儿啊。适可而止呗，骗顾客陷太深，该拦就拦着吧。兰哥是看淡名利，视输赢如浮云。哎，老蔡，你跟兰哥时间最长，兰哥到底经历过何事？不知道的少瞎打听啊。哎，来了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兰哥。给老头，今日清闲啊，来斗上一局。斗什么呀？刚硬的喊的没过来呀！我让你调调那个鸡，怎么样？啊，还差些火候。刚把其精气神调过来，要磨掉他们的高傲，就等着培养出呆傻的气质，方可能上战场。但为什么要培养个呆傻的气质？是让对手轻敌，不骄不躁，无论对手有多强，都呆若木鸡，内心呢有大劲气，方可所向披靡。听着就漂亮，全凭你发挥啊！其实我今天来呀，还有另外一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帮我骑一次马？马，这老斗我多年没摸马了。这骑术也荒废了。我这个事儿，还真就不需要精湛的骑术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这个地方来了一个荔枝使，他非要在小东门招募骑手，做一个围城跑的测试。我呢是希望你能叫上几个会骑马的兄弟，前去应招，然后你们就给我来一个看似玩了命的跑，实际是慢慢的跑。把这个节奏给我压下来，熬到这荔枝变了色，这事儿就成。季老头，我给俺哥带的酒呢，你这搬上来啊！我不能收这酒，我喝不过。这个酒你想喝你就来一个，你不想喝就当我存了一点。来吧，过2天我再给你介绍几个能歌善舞的狐狸，保你满意。啊！舞女伤心，我也见了，见了。啊，酒色不进了，遁入空门了。哎呀，冷哥，
小瞧你了，啊？不过也是，这酒色乃身外之物，还是那真金白银啊，看着实在。玲儿，这件事如果你答应我，给我办成了，这条街所有的租金利资全是你的。这里边的油水可就大了啊！赵尚书，哟，阿弥陀，赵长叔，我姨父呢？去斗鸡坊了？怎么有急事儿？不急。哦，那就请稍后吧。赵长叔，那荔枝使是不是前几日来这府上给一个逃兵申冤来着？我未听闻啊。哦，你在这府上运筹帷幄的，一个苍蝇跑错了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还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的？哎呀，过奖过奖。我前几日啊出了趟差，没在府里面。哎呀，这府里的事儿真是太多了，你说都忙不过来。哎呦，你看这天也不早了，我得去啊传达公文去。哎，不陪你了啊。稍后。哎，那有那椰子汁啊，刚打开的，新鲜的。哎呀，刺史，老赵，俺们那趟来问逃兵的事儿。阿弥陀，姨父，坐呀！说你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准备一些你爱吃的东西啊。下山那边回消息了。哦，刘丽已经备好货了。只不过呢，我考虑现在不是风季，咱们等些日子再运吧。哎呀，这些事情不着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连任这个行首啊，其他的事儿等等再处理也不迟。说到行首，苏亮投了荔枝转运的是雁，他一直觊觎我行首的位置，那这荔枝要是真成功了，他对我就是个威胁。什么威胁？他这个荔枝成功不了啊！放心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难不到李善德？他是个死心眼儿，就算这次试验失败了，他还会有下次。我们不如做个两手准备。我象征性的给了他2匹马，就当是支持了。你呢，就明面上走走过场。这样就算是荔枝真运到长安了，义父你在圣人面前也是有功劳的。我呢，在商会那边也有闯关的余地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李善德呀，他不是个一般的人。前2天还跑到我这儿来，为一个小兵的特赦的事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。如果我答应了他，下次呢，再下次呢，他还不蹬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，有完没完了？这事我也听说了。那个荔枝使确实为了一个逃兵到处申冤，而且马归云也找到我。都说10年前我阿爷的手下抢劫了一艘运送草药的商船，这个事儿弄得满城风雨，尽人皆知的，对义父不利，对我阿爷的名声也不利。就如您所说，我的行首之位不容有失。义父你也刚刚拿到兵御府，有大事要办，不如将这谣言早日平息，方为上策。那这谣言怎么平息？我其实有一事瞒了义父。我来这儿之前见了李善德，我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，用那特赦令引蛇出洞，换那小兵现身，不然咱们根本找不到那个人。静儿说，你们2个都谈好了是吗？我只是跟他当面谈了条件，但是最终还是由您来定夺嘛。
义父今日倦了，不留你吃饭了，先回。杭寿，你为何一定要帮那荔枝使赦免那个小兵啊？因为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，到底是谁背叛我阿爷，劫了那运送草药的商船。等会儿，骑千里驹者，酬金面议。面议多少钱啊？你能骑啊？愿意一试。你要是能骑千里驹的话，你的酬金呢比其他骑手多1成，多坚持1日再加1成，行吗？这个太复杂了，酬金就不需要加。可是今日你要给我1半的定金。此人口出狂言，小心他得寸进尺，欲火难平。哎，聊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大哥当时骑马的时候，人送外号无影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缰绳一挥，便寻不见他的踪影。你是专业骑手啊？我是开斗鸡坊的。啊？哦，那这是跨界了啊！那你为什么不骑了呀？只觉骏马有灵，当驰骋天地之间，不应被缰绳所困。如今寄养，想小试身手。那你可以尽情发挥啊！如果你真能骑的话，这个酬金那就按你说的算。乃叶，我日行前来。好嘞。您得小心啊。好马常有，伯乐难寻。这位壮汉，小老有一个善良的提醒，这是一匹野马，你若非要以卵击石，落得一个鼻脸青肿、体无完肤，就医的费用小老绝不负担。大胡子，你会说人话吗？哎，谢谢。大宝啊！李大使，他骑走了。走了。哟！啊！哎呀！好啊！飞来的很多。哎呀！来了。厉害啊！敢问兄弟尊姓大名啊？蒙大上兄弟抬爱，高州兰阁
狼哥，啊哥是哥呀，狼哥，您可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啊！我这2位兄弟也是好棋手，可否让他们试试你的骏马？行啊，多多益善，都是哥呀，多多益善。正是你。大老远过来，3年没来，一切如故。听说你病得不轻，过来看看。哟，哎呀，少主客气了。看来高州的生意有起色。起色，自然是起色了，何止是起色，忙得都不可开交。还有，看了2个番方的商铺，准备盘下来。乌云呢？踏雪呢？闪电呢？前年你信誓旦旦地说，你若再回来，肯定赚了钱把马带回来。我问你，马呢？马没有马，你回来干啥？我是过来探病。探病？拿着你这些破玩意，我真的是过来看你的。某明日便把马场抵出去。你看你穿的什么衣服，就像北门的齐索尔，现在更像。这马场是我的，你呀，是替我家看马的仆役。过阵子连你也替了，厚颜无耻！幼时随阿爷入长安贡鸡时，曾拜神机童贾昌为师，习鸟语音，训鸡之术。仗着家中富贵，终日斗鸡走马，争强斗狠。好景不长，阿爷临死前欠下巨债，我置卖房产店铺后，仅于城南马场。如今马场已输了出去，我真是一败涂地。你看看我，输的一匹马都没有了。怪我，之前才知说被人设了圈套，害了你说死了。是我输了，是我技术不精。你可是骑马哈风，高州城内还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？若有机会，真想再冲一回。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？若临死之前能遇见一位心动之人，该有多好！就像有一匹好马，远远朝你跑了过来，又或者像
抬头的瞬间，有一只从未见过的飞鸟从你眼前划过。心动。此事啊，这赦令发还是不发？你说呢？阿米塔想要亲自去做这个交易，那万一那兵士说出点什么，或者是把匕首拿出来，那刺史的臀部之伤，阿米塔可就知道了。这个阿米塔跟了我多久了？10年吧。还是个小姑娘，一会儿长这么大。赵长说，你看这个螃蟹摆在这儿，是不是栩栩如生？啊，此事吃了惊喜，这螃蟹完全看不出是一具空壳。可是如若这螃蟹有了心，便不安分了，不听摆布了。阿弥特想要这个赦令，给的。惹？睡了，平安。李大使，李大使，李大使，我家行首让我传话于你，他的事儿已经办好了。这么快？嗯，那李大使明日打算几时来上会？哎呦，我最近忙得脱不开身，能不能让行首屈尊去小东门的瓮城，可以见到他想见的人？传闻李大使心思缜密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凡。好，那便如你所说，明日4时，小东门见。告辞了。我怎么看出缜密的呢？真烂地儿！哎，小花，那个李大使在哪儿？李大使在上头呢。行，玩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窗帘绑紧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李大使，李大使！哎，赵尚书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哎，何刺史开恩了啊！啊，所以说，既然李大使为那几个士兵求情，行，此事便不再追究。这个赦免令也会昭告于众。就是说那几个士兵是自由身了？哎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哎，那谢谢呀。哎，那几个人在哪儿呢？那我看看。那人我不知道在哪儿啊。那队人我也不认识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挑夫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您告诉何刺史，感谢他的大恩大德呀。人不在啊，不在呀。但我就费劲跑上来的。你真是你这有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信任你啊。哎，我就当是看见了。啊啊！哎，行行行。哎，告辞。哎，有劳。走了。啊。哎呦我天哪！严老弟，严老弟，严老弟。贾二庄，你自由了。
日后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李大师，李大师与我重生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赶紧的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快去把匕首拿来，快去快去！啊！义父，怎么了，阿弥陀？这是我从那小兵手里拿回的匕首，他说就是这把匕首的主人劫持了那药船。义父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不是我阿爷给你的那把匕首？都下去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能物归原主。义父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义父心中无愧，有啥好解释的？啊？不知道你当年劫持那药船，我阿爷可知情？阿弥陀，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跟我翻这些陈年旧账的吧？啊？你一定要追究，我可以告诉你真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知道真相以后，你可能会更难过。义父，请讲。好，你阿爷当年一心想归顺，急于求成的去弄了个海帆州，想在岭南啊博个好名声。可他毕竟是海盗，他不是商人，他答应老百姓的那些回报他做不到，慢慢的手里的活钱就越来越少了，再这么继续亏空下去，那就功亏一篑啊！我不想看着他倒，可是有些事儿上不了台面，他不能做，我能啊！我就琢磨着干一票大的，这样的话，用这笔钱能够帮你阿爷度过危机。我原本想的是啊，把这笔钱补上那些亏空以后，我再跟你阿爷说，到时候我再负荆请罪。可谁知道，七景楼的一把大火，你阿爷没走出来呀。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，我带着兄弟们投靠了官府，也成功的归了顺，也算完成了你阿爷想完成但没完成的事情。阿弥陀，这些年我一直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你阿爷已经死了。我希望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永远是个完美的样子。你记住啊，有的时候真相比谎言更伤人。你长大以后应该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不管真相多残酷，我都不想活在谎言里。懂。
你们给我滚出去！行，快行。人见了，见到了。他怎么还没死？他还要活多久？此事莫急。围城实验的时候，定找个合适的机会，为刺史除掉这个病根。你给我记住了。杭首，杭首，喝点杨梅酪消消暑吧。你觉得义父说的是真相？蓝玉不敢妄言，蓝玉只知道，何刺史向来都把杭首视若己出，对杭首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大家也都看在眼里。蓝玉相信，何刺史一定不会骗你的。但他说劫持药船是为了帮我阿爷填补亏空，可这一船药能卖多少钱？何以解决他所说的危机？而且紧接着七经楼大火，我阿爷遇害，这之间真的都只是巧合吗？杭首，往事已无法查证，你也别再自添烦恼了。眼下，我们还是安心准备朝祭会才是。我会找到真相。这路线你们都打通完了？啊，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，打小都记这些路，烂熟于心。只有一个问题，这试验夜里跑不跑？这要真运起来，那不肯定日夜兼程啊！山路崎岖，难借月光，夜跑会有一定的危险。你自己穿。沿途需要以火把为引，火把、油料都需要备足了。这你放心，钱我有，我支给你。李善德，苏老来了。李大师，哎，苏老，哎呀，我的手下阿弟，他以前是贩马的，给你留下来照顾你的马。哎呀，那好，那好啊，那就有劳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阿迪，这是阿童，阿丽，有什么事儿就找他们啊，听人家的马方面的啊。哎呀，这太好了。这要是严老弟多带几个骑手，那不就更好了？对。大师，不要再七上八下了，像小老一样做一个吃了秤砣的铁王八。建议不说话啊。忙吧。驴拉磨，绕城跑，这样的试验，大师应该不会只做这一次吧？是啊，试验做得越多越稳妥。小老明白，可是绕城一次就要花费几百贯，今天几百贯，明天几百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小老的钱袋里可就七上八下了。小老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法，你猜是什么方法？不会又要蝴蝶吧？小老绝不会再要你的穿山甲。这回小老要从胡商那里拿到几个铁王八。他们能帮忙吗？大师放心啊，小老钓鱼愿者上钩啊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小老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也一定明白。只要让他们看到了啊，大师的魔力能够让荔枝运往长安，他们就会把手里的王八交给我们。苏老，你看啊，就这回试验，我压力就挺大的。你说，明白。大师啊，小老
回到岭南，看中的只有你这一件生意。如果成功了，那我们都能博得一线生机。大使尽管尽心尽力，小老撕心裂肺，奉陪到底。那苏老既然如此，我定尽力。胡商每年都会在朝集会上商议新一年要经营的生意，谁能领着大家赚大钱，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。你去凑下热闹。我不用凑热闹，大家肯定支持阿米塔。谁敢跟刺史府的人作对啊？无人不敢，不代表心里不想啊。那些胡商们早就暗流涌动。你正好以右相使者的身份进入，去搅和这趟浑水。如果阿米塔行首的位置不保，他便会成为何有光的一个废弃。你便离间成功了。哎呀，这阿米塔也真够可怜的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替何有光干了，还一直被何有光当做一颗棋子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不是，只是有些感慨。他什么时候能明白呢？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长本事呢？就像先生一样，有一身的本事，又能够呼风唤雨，就不会落入这样的乱局了。别说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我想了解。哎，杨老弟，李大使啊，我通差都来了。李大使恩同再造，转运一事我们必定赴汤蹈火，全听李大使调遣。全听李大使调遣。快起来，让他们快起来！哎呀，这来了好啊！哎呀，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有你们这些贵人帮助、高手帮助，我这心里边这石头落地了。哎，咱也别歇着了，随我来小东门。走。来，哎呀，这几日呢，没日没夜，大家忙前忙后，辛苦了啊！明日呢，咱们就正式做荔枝试验。好。哎，李大使，这雨要是明天还下的话，还是吗？是啊，明天那不管下什么，咱也得试。这老天给咱增加难度啊，这也挺好。这咱算出来的数字，它准确嘛？啊，对，好，是这样。本来呢，我想的是啊，一个人一匹马循环接力完成这回的试验。但刚才我一琢磨呀，咱这回2个人2匹马进行试验。这样呢，如果有一匹马它失误了，或者出现什么状况，或者有什么新的困难，咱预料不到，这后边的马它能补上啊，对不对？咱能继续完成这个试验，等于上了个保险呢。那我们就要准备更多的荔枝。是，这个荔枝得多1倍吧，所以赶紧通知荔枝园，把剩下的双层梦赶紧拿过来。啊，卯时3刻呢，所有试验的新鲜荔枝就得运到小东门来了。啊，卯正10刻开始严禁，卯正1刻呢，招式要准备好，辰时所有的骑手就要出发实验了。我多说一句啊，咱们这个骑手是最辛苦的，所以咱们一定得保证他们的餐食啊，这个食材必须得反复洗啊，选新鲜的，也得告诉这个掌勺的啊，要注意卫生，不能吃坏肚子。放心，这个你来负责。好，试验起来呢，咱们就改成1日4餐，卯时正、午时正、酉时正和子时正准时开餐。你们就辛苦点，2拨人轮番倒。好啊。阿豪呢？哎，就是那李大使。阿豪，你负责搬水换水，记住啊，把这个双层瓮上面一定要密封好，放到马上的时候要拴紧绑紧。好密封好，放心。密封好。
阿迪，你负责马，每跑一圈呢换人换马。阿丽会配合你刷马、洗马、换草、换料。对了，阿丽，入暮时分点着火把进山里边，给这些骑手指引方向。李大师，你方才说一圈下来换人换马，可是这一圈下来不到2刻钟，就这几匹马歇不了多久就得循环。我在想，人1圈1换，马3圈1换，这样子马可以多跑一些，也可以多歇一些。要不然这样子下去，马会跑死。你觉得呢？就按你说的，人1圈1换，马3圈1换。明日呢，狼哥跟严老弟骑那2匹千里驹先打头阵，剩下的骑手呢，我会把这个序列呀，我写在表上，你们一看就清楚了。如果前面的骑手出现问题，后边的骑手就按序列顺序的补上啊。我再多说一句，试验起来呢，骑手是最辛苦的，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休息跟睡眠。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呢，咱们小点声，别打扰他。骑手呢也争取尽快入睡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反正这回试验呢，肯定会出现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困难，到时候大家就互相配合，有什么问题呢？通知我，我有什么问题呢也告诉大家，咱们多交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提前谢谢大家了啊！明日呢，就有劳诸位齐心协力，陪某博一个结果。那咱们大家干活去吧。老李，你别光让他吃，你自己也吃。哎呀！那边是晴天还是阴天？红苹果树上追哟，流水的枝子向下弯嘞，单就脖子那个人哟，弯到天下一串串，一口接着一口甜嘞，两口汁水在甘蔗哟，小花莫往怀里揣哟，明知就变味儿，三好吃的让你吃不变味儿哟，你别摘下来哟，你别摘下来。阿金，哎，怎么了，阿旺？大晚上唱这么大声，你不怕招来讨命鬼啊？哎，抓紧吧，一会儿还要送到小东门去呢。红苹果子树上结，流水的枝子向下弯嘞，单就脖子那个人哟，弯到天下
你不会一夜没睡吧？害怕。我从来没把这么大笔钱花在这样一个毫无胜算的事儿上。扔出去的石头，射出去的箭，你现在担心这么多还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不睡一会儿，之后几日怎么熬得下去啊？我没事儿。卯时3刻，运力志的人该回来了。 走走走走走。来，吃点吃。小心烫！李山德，快来吃饭！阿丽，别呛了，再接着煮。真香啊！李大师，你先吃个香蕉啊！好。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李大使，李大使啊，过来，过来吃饭，过来吃饭。你过来嘛！怎么了？你看我们的荔枝园。不是你们种草里它活不了，你得种土里边啊。头几天还不能晒太阳才能活，啊，一土里边这一会儿马都给你们踩了。赶紧的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啊。 放，放，大点放，哎，接着放，好嘞，好，哎，都看见了啊！我会把试验结果啊按里程远近用4种颜色做了标注啊。这个黑圈呢为不变啊，棍儿给我，折点为色变。 紫点为香变，朱点为味变，墨点它就是流汁了啊。这样呢，马跑了多远，荔枝什么状态，这大家就一目了然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这别薅我腿毛啊！扶着呢，扶着呢啊！咱们每一天在墙上挂一面旗，这样试验是第几天，大家也清清楚楚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明白就行了。好。 他怎么来？大力，起来，起来！没在这儿，没在这儿。走走走。恭迎何刺史！恭迎何刺史！都起来吧！ 李大使啊，得知你今日围城实验，何刺史特来观战。就是个试验，您日理万机，不敢叨扰啊。哎，李大使，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啊！这转运荔枝是朝廷重视的大事儿，那自然也是我关注的大事儿啊！高州的父老乡亲们，咱们高州啊，出大事儿了！啊，来了一位赤峰的李大使，
李大使是一心一意为圣人转送荔枝，想把咱们高州的新鲜荔枝啊送到长安去。可谁都知道，岭南距长安5000里啊，而荔枝呢3日而腐，这怎么送啊？是啊，李大使有办法啊。李大使要借用咱们的小东门一用，做一个测试。一旦测试成功，那咱们高州的荔枝就名扬天下了。谢次日府支持，某不敢怠慢，不敢辜负天子嘱托呀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祝李大使马到成功。留职。在。行了。知道你从小家境优渥，你阿爷给你网罗了南北奇迹名居，练就了一身好骑术啊。听说还喜欢赛马，为此输过一个马场。当年我还年纪小，被一个混蛋设了圈套，让我的马出了问题。真是个混蛋！但是输了不白输啊！这次你就拿出当年输马场的气势，主打一个好的卖力，慢的气人，中看不中用，明白吗？赵章说，坊间封我为岭南第一骑手，无疑。我不想骑得太难看。他们可以说我斗鸡不行，但是我不希望听到他们觉得我不会骑马。不都是虚名吗？当年你阿爷有钱，别人输给你，好上你阿爷那儿领赏。你一把年龄了还信这个？你想想，你家道中落后还赢过吗？这些年要不是何子史照顾你的生意，你能有今天吗？想想清楚啊！别老想什么无影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何子史的无能。记住了。哎呦，慢点。李大使，绑紧点啊！王哥，住。南哥，一会儿你跟紧我来带路。你是说我一定要跑在你后面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对路比较熟嘛。到时候若是我回头见不到你，你得自己跑了。看来兰哥也是个中好手，还以为你年纪大了，没有腰劲儿了。瞧挺狂，我腰好着呢。行，待会儿跟兰哥好好切磋切磋啊。